莹莹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那我们开始吧。好。戴老师，莹莹，学校有了新的安排，要不你先回去。你先回去上课。下次还有机会啊。准备好了吗？那开始吧。尊敬的老师，亲爱的同学们，大家好，我是6年级3班的董梦瑶。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探讨一个重要的话题：真当守法，小能手，共建和谐社会。传播守法的理念，帮助那些……你出去！你干什么？我让你出去！我是段莹莹，是谁摘了我的画？现在承认我不追究法律责任，否则后果自负。你侵犯了我爸爸的肖像权和名誉权，我要求你今天之内必须在校广播站向我爸爸道歉。民法规定，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、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的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。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、诽谤的方式侵害他人的名誉权。我非常严肃地告诉你们，你们现在违反的不是校规，是国法。我得不到一个解释吗？对不起啊，雷律师，校会发言这个事情，本来每个班级的同学呢都能够得到机会，都是每个班级自己选派的，都有机会临时被撤换掉，是吗？我们以后一定注意照顾孩子的情绪。抱歉啊，雷律师。还有我女儿的美术作业怎么回事？哪个同学干的？你把他名字告诉我。雷律师，情况是这个样子。你把他名字告诉我。今天的校会发言呢，是关于培养孩子的法律意识。把他名字告诉我，有这么难吗？雷律师，您听我解释。你现在知道保护孩子了。我的孩子被人欺负的时候，你在干什么？我了解您的感受，我知道这个事情对孩子的打击特别大。换做平常呢，我们也不会这样。但是，段主任现在这种局面，我们有难处。我明白了，你们学校嘛，教书育人，保护好每一个小孩，对吧？请您理解。行，那咱们公平一点。你让这个孩子当着全校师生的面，给段洪山的女儿段莹莹道歉。走。咱们出去吃吧，我带你去吃汉堡包。
你最爱的汉堡包哦。停车。嗯？停车。洋洋，别不开心了。那个同学一定会给你道歉的，这事儿高低给你个说法，好吗？回家。行，那咱们回家。回爸爸家。爸爸还没有出来之前，你只能跟妈妈回家。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。为什么你们两个不能住在一起？为什么？我们已经分开了。因为爸爸是杀人犯吗？谁说他是杀人犯？现在老师和同学他们都这么想。他们这么想就对吗？相信妈妈，妈妈会用事实证明他们说的一切都是错的。爸爸不是杀人犯。为什么扣我的心？为什么？洋洋，带图案的信都寄不进去，爸爸收不到。我有话想告诉爸爸，我想告诉他，我很想他。今天来的早啊，脱了丁一，没迟到的福。麻烦你了。数据恢复出来了吗？这个暂时无可奉告。李沐风告诉我，你鼓励他去参加一个玻璃工艺的比赛。最近你好像很关注他，他去了吗？获奖了吗？和案子有关的人我都关注，包括你。我关注到，你跟他说你要重启正当防卫这个法条。是。我想重启它。理由呢？在上个世纪80年代，那个时候你刚刚出生，社会比较混乱，有很多人会顶着正当防卫的名头，互殴伤人。所以当时我国的司法系统就决定，要严格的把握正当防卫的启用条件。它在人们的心中，也就成了一个沉睡的法条。所以你觉得现在是时候了，是一个时机。时代在进步，已经30、40年过去了，就连我们国家的法律，都一直跟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进步。你说的对，时代进步，人也在进步。可如果有人跑在时代前面呢？我们都知道，法要去智去巧，为的就是防止有人利用法律。如果现在有一个歹徒持枪对着你，要杀死你，而你的手边正好有一把枪，你拿还是不拿？子弹击中你只有一瞬间，在这生死攸关的一瞬间，你会去想自己的行为是合法还是不合法吗？
你说的是极端环境，不要偷换概念了，段宏山。抽象的思考会带来希望。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，你问。如果我们这些执法者都裹足不前，无视人们在危急关头自卫的权利，那我们的法律究竟保护的是什么呢？为什么把李沐风给划掉了？我觉得他不是计划一切的人。怎么会呢？我现在反而觉得他的嫌疑最大。他对邹伟正的事情挺坦然的，而且他也承认了，说段宏山当时那么办案子是帮了他。接下来我们应该查谁？被举报人杀了举报者，会是巧合吗？我们对比了死者和匿名举报信上的笔迹是一样的，可以确定写这封信的人就是死者周德龙。段宏山与14年前自己案子的当事人梅征走得很近，又与梅征和江婷合谋杀人，利用职务之便轻判江婷，会给江婷以正当防卫的名义无罪释放。我要提供线索，这个死者我认识他。你怎么认识周玲的父亲？因为他一直觉得是我害死了他儿子。江婷捅了张元7刀，这个很难不让人怀疑是谋杀。谋杀？那这个人要怎么确定江婷一定能把张元杀死呢？还是你怀疑梅征和江婷早就串通在一起？我要段主任来，段主任在哪儿？段主任呢？段主任呢？死咬正当防卫，等待补充侦查。如果没有新的证据，就可以无罪释放。这是你的计划吧？你们检察官有回避原则，你不能负责我的案子。你看啊，江婷案把所有有杀意的人都卷到了一起，所以什么意思？江婷杀了张元，主办检察官是段宏山。段宏山定性江婷是正当防卫，周德龙怀恨在心，举报了段宏山。哎，不对，姐，周德龙举报段主任和后面发生的那些事儿，那都是巧合。巧合啊！这个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巧合？我就是觉得有人计划好这一切的。谁计划的？所以在张元闯进来之前，家里有没有进过别的人？没人。张元生性得意，看见只公鸡，都觉得能给他戴绿帽子。江婷的口供里说过啊，张元怀疑他出轨，是因为觉得他家里进过另一个人。我觉得这个不是一句废话。这人谁啊？谢谢您啊。哎，阿姨，咱们这里的信箱没有钥匙是打不开的，对吧？对呀，我一把，给租户一把。啊。那阿姨，我问一下啊，最近有人打听过租户的消息吗？没有，起码这半年都没有，一个都没有。没有。那快递呢？快递是送到家门口，还是说去快递站？快递都是放到各家门口的。这个小区啊，都是老人和孩子，没人偷。谢谢阿姨。哎，好，你们先忙啊。行，辛苦您了，阿姨。哎，不客气。
你不觉得奇怪吗？哪里奇怪？从楼下往上看，根本看不清这家人到底住的是谁。而且刚刚人家也说了，快递是直接送上楼的。那江婷的地址是怎么泄露的？没准是江婷出门的时候被人跟踪呢。江婷说过，她说这几个月里，她没有跟以前的人联系过，换了电话，换了工作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，偏偏是这个时候，她家的地址泄露了？对啊，江婷自己说的，她已经出走几个月了，这几个月以来她一直平安无事，为什么这个时候张元找到了她？对呀，为什么呢？会不会是有另一个人告诉了张元地址？终于开窍了哈，应该是有一个第三个。那这个第三人到底是谁呢？我看了之前的笔录，你曾经说过，张元觉得晚饭不是你做的，为什么会这么说？他说：“我做芦笋从不削皮。”不止，江婷还说过，那天张元对他动手，是因为发现了那份芦笋不是他做的，因为以前他做芦笋都不会削皮，但那份芦笋是削过皮的。一个人的做饭习惯怎么会在那一天突然之间就变了呢？是另一个人帮他做的饭。所以啊，江婷案绝对不是巧合，是有人给他计划好的。谁计划的？我哪知道是谁呀？不是得查吗？谁？查。要实在睡不着，就可以按左手虎口的穴位，助眠的。我看你黑眼圈挺重的，最近没睡好吧？根据回避原则，你不可以审我的案子。省院决定，我不用回避。开始吧。这是你家的刀架，对吗？对，那把水果刀就放在饭桌上，当时慌了。我要说的是另一把。这个是你杀害张元的刀，这把是你新买的刀，对吧？卖刀给你的老板还记得你，你知道他为什么记得你吗？他说，你当时要求他把这把刀磨得很锋利，为什么？因为那把刀坏了，所以你要买把新的。那把刀是坏了，所以我重新买了一把。我只是买了一把新刀，这也能成为证据吗？我用的也不是这把刀啊。我想知道你的动机。如果你没有设计要杀人，为什么要把这把刀磨到这么锋利？你想干嘛？那我们换个问题，芦笋谁做的？我做的。你做的。你以前做芦笋从来不削皮，唯独张元来的那天你削了皮。
你觉得你的回答合逻辑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芦笋谁做的？这芦笋做的好吃啊，可惜不是你做的。来，一块儿吃，吃一下啊！来啊，尝一口啊！我妈个婊子！江婷，你捅了张元7刀，超过了防卫限度，想要定性成正当防卫很困难。你如果一直这么坚持，你就会一直待在这儿，你不想见你孩子了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你的案子疑点很多，你自己心里也清楚吧。如果你还有什么没说的，或者还有什么想说的，最好现在告诉我，一切还来得及。你想让我说什么？说实话，说真相，说你杀害张元，主张正当防卫，是不是有人给你计划好的？没人帮我策划。张元打了我，我只能反击。我就是正当防卫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儿吧。方副检察长，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。班长，你今天主持活动的裙子真好看。是啊，真好看。方林渊，你怎么跟班长穿了同款啊？方林渊，你穿这身衣服真好看。太土了。方副检察长，方副检察长，走吧。如果你没有设计要杀人，为什么要把这把刀磨到这么锋利？你想干嘛？江婷，你捅了张元7刀，超过了防卫限度。想要定性成正当防卫很困难，你的案子疑点很多，你自己心里清楚吧？你不想见你孩子了。林警官，我想委托律师帮帮我。雷律师，麻烦你了。又来和段红山面谈？今天是别人。我想你也应该很清楚，段红山是我前夫，他最近也卷进了一场案子，所以我全身心的扑在他这个案子上，可能分不出太多的心思。要拒绝我？其实你的案子不难，只是恰巧和别的案子扯到了一起。我想再过几天，关于你的量刑建议就会有结论了。我介入的晚，能帮的忙不多。雷律师，你不会没有意识到，我和段主任其实都在一根绳上吗？我为了自保，杀了我丈夫，段主任要定性我正当防卫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段主任被人举报，才发生后面的一系列事。如果最后
我被判故意杀人，那段主任会怎么样？那举报就是真的，段洪山有口难辩。那如果我真的是正当防卫，那就不一样了。段主任没有做错，他也不在乎什么举报，他是无辜的。好可惜，你这么清醒的大脑，怎么把自己走成这样一副田地啊？你说你丈夫常年家暴你，精神上虐待你，为什么要一直忍着？为什么不解决？只有杀人这一条路吗？我来告诉你，家暴男就该死。江婷请你做她的辩护律师了。我现在是他的救命稻草，他当然要死死的抓住我呀。但是他的情况比你好不了多少。那7刀，是他绕不过去的难题。所以在大家的印象里，她还是一个残忍杀害丈夫的妻子。江婷有受虐妇女综合症的特质。家暴话题在社会上也很容易引起共鸣、同情。她的案子要赢也不是很难，就是时间太紧。你相信她是受害妇女吗？精神鉴定、伤情鉴定、证词问询，这么完整的证据链条，还不能说明吗？还有一件事儿，多留意一下方凌渊。方凌渊，他是你的主办检察官，怎么了？不是我，是江婷。又是江婷。我总觉得他迫切地想让江婷有罪。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？你在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阶段，现在也没有认定你正当防卫的证据，你凭什么觉得你可以无罪释放呢？他们告诉我有目击证人，证人的证词会害了你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他们俩都是3中的，这里面一定有什么渊源吧？如果能够发现方凌渊和江婷之间的秘密，这3起案子，说不定又会有另外一个结果。莹莹最近还好吗？有没有因为我的事情在学校里面受到排挤，遭人欺负？这个孩子像你也像我，死倔死倔的还要强。他没那么轻易倒下，惹急了他还会反击。你的女儿，你应该了解。方副检察长是5研3中毕业的。是，怎么了？当时在学校的时候，认识江婷和张远吗？不熟。
哎，你来的正好，你帮我查一下。等一下，你跟案子有关吗？有啊。那我帮不了你啊，你自己弄吧。不是，你就帮我。伤痛，虽不知道如何安慰，但陪伴或许有用。只愿此刻风和世界能带走你的迷雾，我依然在你左右，像星光守着夜空。曾想靠近，怕太过用力，让你更难平静，不去打扰你的沉默，只紧紧守候。